你就是彩儿，对吗？嗯。我可是听晨晨经常提起你呢，今日终于见到了，真好。伯母，我也很高兴见到您。乖孩子，你这一路也累了吧？我先带你去休息。晨晨和他爸爸很久没见了，让他们俩单独聊一下吧。晨晨、星宇，晚饭就交给你们了。爸，分开这些年，您还好吗？我听爷爷说您旧伤未愈，现在恢复了吗？已经无恙了。是和阿难战斗时伤的吗？总感觉爸这次回来后心事重重的，是战斗时发生了什么吗？不过现在他似乎不愿意提，我也不好再多问。等以后遇到阿难，我得去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会留守玉龙关。那太好了，我也很久没见爸了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一家团聚了。浩辰，你恨过我吗？什么？你原本可以活得更轻松，但我却引你走上了这条最难的路。爸，您说什么呢？我从来没有恨过你，反而我很感谢你。还记得您教我纯白之刃的那天，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未来想成为的样子。那时的我甚至连一道剑气都挥不出来，但您却告诉我，只要足够耐心，足够坚定，就能成为最强骑士，守护我想守护的人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铭记于心，也一直坚定不移地向前，才走到了现在这一步。我从未怀疑过你为我选择的路，我也始终相信，这就是我最想走的路。哪怕你已经死过一次，我的目标从未改变。如果有一条路可以去终结这场战争，成为一个强大的人，守护我喜欢的一切，爸爸，我不害怕。浩辰，你永远是我的骄傲。团长和副团长不在，感觉好像缺点什么。怎么？难道你想去跟星宇大人吃饭？不行不行，星宇大人太可怕了。来来来，大家一起干一杯！预祝咱们团长韩宇、杨修和放哥明天参加神焰王座考核顺利，把剩下的王座都拿到手。杨文章，明天加油哦！我们三人真的好久好久都没有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，而且今天还有彩儿在，真的太难得了。只可惜你爷爷还在圣城处理事务，不然我们就一家团圆了。哈，没关系，爷爷过几天就能回，到时候我们再吃团圆饭。你说的对，今天是庆祝彩儿来了。谢谢伯父伯母的款待。对了，星宇，我们什么时候去驱魔关提亲吧？提亲？明日就去。我跟灵心说一声。伯父伯母，这会不会有点太快了？是啊，爸妈，我们想等一切都结束后再成亲，而且提亲这么重要的事，我想一起去。彩儿是我一生挚爱，我希望能给她一场最幸福的婚礼。到那时候，没有魔族，没有战争，没有伤亡，我们才能安心放下一切，好好过自己的生活。看来是我们太心急了。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就让他们自己安排吧。
这就是我们的房间了。当年我们第一次到驱魔关的时候，你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小家。这是我们的家了。那时我就答应你，以后一定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现在我们回家了，彩儿。浩辰，你在哪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星宇大人，我想放弃这次的王座考核。放弃？那可是神印王座所有骑士梦寐以求的目标。因为我有其他的目标。你是想继承你爷爷的王座吧？但以你的个性和发展方向，那张王座并不适合你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王座，这对你的未来很重要，你要想清楚。谢谢星宇大人的关心，但我的目标并不是爷爷，而是您。我想拜您为师。一直以来，您都是我的目标。我想向您学习，成为最为强大的惩戒骑士，然后在未来通过自己的实力，继承您的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。没想到，你居然想继承我的王座。星宇大人，不过，你这想法倒是像极了我年轻的时候。我认可你。拜见老师。但当我的弟子很辛苦，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只要能跟随你，无论再苦再累，我都愿意。那你明天还是照常来听一下神印王座考核前的讲解，就当是我给你讲的第一课了。是，老师。在你们进入神印王座考核之前，我会为你们介绍王座的信息。虽然杨文昭放弃了神印王座考核，但他也达到了考核资格，允许留下来旁听。你们都知道，联盟目前一共有6张王座，而每张王座的威能都各不相同。比如智慧与精神之神印王座，掌控的是全知之力；而恐惧与悲伤之神印王座，掌控的是禁忌之力。而以节气的王座里，守护与怜悯之神印王座掌控的是防御之力；秩序与法则之神印王座掌控的是规则之力；而我的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掌控的则是杀戮之力。要不要试试？我们现在竟然在王座之上。接下来需要一人配合我的讲解，感受王座之力。你们谁来？要不让杨兄试试吧，正好他未来的目标也是这张王座。那就你来吧。我的灵力被提升了。不错，这是王座的赋能，它能为使用者提供20万的灵力增幅。而你现在在王座范围内，我能让你暂时感受一下灵力的提升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来，再感受一下。这是神器。每一把神印王座都会赋予使用者一把武器，而这把武器的品质一定都是神器。这意味着，一旦获得王座认可，便可同时获得2件神器，并且王座还能化开。不错，每一张王座化开后，也会有不同的能力增幅。末日与杀戮之神印王座的化开，
每分钟都会为我提供1成的攻击加成。2件神器，20万的灵力增幅，还有王座化铠赋予的特殊能力，这就是神翼王座吗？星宇大人，那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威能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什么？关于他的信息寥寥数之，但他的强大毋庸置疑。6000年前，72根魔神柱降临圣魔大陆，催生出72魔神，而他们带来的魔气，则感染周围所有生物，将他们变为了魔族，大肆屠杀人类。人类组成6大殿，试图与之抗衡，却也无法匹敌那一代的魔神皇与他率领的魔神们。很快，人类就被屠杀殆尽，眼看就要灭亡。就在这时，一张王座从天而降，它化作一道铠甲和一把神剑。那铠甲仿佛有生命般，竟自主手持神剑，朝魔族发起攻击。仅凭一剑，34位魔神直接死亡，魔神皇被重创，无数魔族被泯灭。也因为这一剑，整个魔族瞬间元气大伤，沉寂了1000年之久。在那一刻，所有人心里都想起了同样的神明，那便是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。可就在那一击后，王座能量耗尽，从空中坠落至此，陷入沉睡，只留下了5块与其一同落下的神石。5块神石？难道说剩下的5张王座是？不错，在之后的1000年里，骑士殿首任殿主萧霍以那5块神石为基石，仿造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，锻造出了其余5张王座。此后，6大神印王座便成为了人类的最强兵器，始终守护着人类。而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也一直沉睡至今，等待着被唤起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一旦这张最强王座现世，就是我们将魔族彻底赶出圣魔大陆之时。当然，我也要提醒你们，数千年来无数人想挑战他，却无一人能成功与之共鸣，进入考核。浩辰，我知道你的目标是他，你也曾与他多次共鸣，但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考核里究竟有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也许你会遇到恐怖的危机，也许你会面临艰难的选择，这是一场完全未知的冒险，而你只能独自面对。浩辰，我们所有人都期待你能获得他的认可，但你也要注意保护好自己。定不辱使命。接下来，去开启你们的考核吧。一旦你们选择的王座与你们共鸣，即可进入该王座考核。这就是神印王座考核地吗？我们走吧。那上面就是我们要争取的神印王座了。
伤至神印王座。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。神印王座考核现在开启。欢迎进入永恒与创造之神印王座的考验，挑战者，你需要分别完成永恒与创造的2个考验，领悟永恒与创造的真谛。首先开启的是创造的考验。日月大陆上，生活着信奉自然的自然族。与信仰黑暗的暗夜精灵族。但因为信仰的不同，资源的稀缺，双方争斗不休。战争与死亡始终萦绕在这片大陆上。长久的争斗后，自然族势大。在自然之王伊斯顿王的率领下，要将黑暗及其信徒彻底驱逐出这片大陆。绝望的暗夜精灵族召唤了毁灭之主，毁灭降临了这片大陆，所有生灵都无可幸免。这便是你的第1个考验，你需要去改变2族的命运，为他们创造新的未来。创造新的未来。太好了，王，你终于醒了！要不是为了保护我们，你也不会被该死的伊斯顿王重伤。这些是暗夜精灵族，我为什么会变成信仰黑暗的暗夜精灵王？我的属性仍旧是光明，灵力也没有变化，除了外表，和我原本的身体并无差别。看来这个考验是让我以暗夜精灵王的身份来改变这一切。那首先要做的，就是改变暗夜精灵族被灭族的惨剧。该死的伊斯顿王和自然族，终于要忍不住将我们赶尽杀绝了吗？黑暗的使徒们，就让你们最惧怕的烈阳之光，将你们体内肮脏的黑暗焚烧殆尽！焚烧殆尽！焚烧殆尽！这股力量是9阶光系禁咒。该死的自然族！炼之神会诅咒你们，诅咒这个世界！黑暗永存！你们上来没好？
么回事？烈阳之光怎么失控？不是失控，是被吸收了。怎么可能？那可是烈阳之光，蕴含着最为浓郁灼热的光明之力。即便是亲近光明的我们也抵挡不住，更何况是天生惧怕光明的暗夜精灵族。放心吧，接下来交给我。你的实力怎么突然提升这么多？还不惧怕烈阳之光了？他的实力相当于9级2级，不是我的对手。崩山怒击！但我得先弄清楚，两族之间的争斗为何会这么极端。伊斯顿王，你身为异族之王，为何残忍至此，赶尽杀绝，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？我管你什么老弱妇孺！非我族类，其心必诛。我们两族之间就是要斗个你死我活。一个仁慈的王是无法率领族群壮大的。作为一个残暴的王，你只能给世界带来毁灭。去杀了那些暗夜精灵！想去救他们，没门儿！快走！王，你一定要平安归来！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！神力，泰坦之魂！你救了他们一次，能救他们一辈子吗？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在和伊斯顿王战斗吗？怎么突然到了这里？你们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不要死，要走大家一起走。思思。王，是王，王回来了！5年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！5年，已经过去了5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5年都没有您的消息，我们还以为您已经……但如今您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！你们现在情况如何？为何会被自然之兽追赶？其他族人呢？没有其他族人了，就剩我们这些了。5年前，您以一己之力重创伊斯顿王与自然族，使我们也有了喘息之机。我们逃出来后，便选择了一块地方休养生息，壮大族群，等待着您回归。我们原本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过下去，但就在不久之前，那些该死的自然族还是发现了我们，他们攻入了我们的领地，破坏了我们好不容易再度建立的家园。大部分的同胞死在了那场战争中。走，思思，我妈妈！最后只剩我们逃了出来。但他们还不死心，派自然之兽追踪我们。要不是王宁及时赶到，恐怕我们已经被灭族了。这孩子怎么了？这是因为缺少黑暗之力而出现的退化症。过不了多久，他的全身都变成灰白色时，就是彻底死亡的时候。退化症？这片大陆上的黑暗之力已经非常稀薄了，自然之力势大，
黑暗即将从这片大陆上消失，黑暗之神彻底抛弃了我们。可能要不了多久，我们也会退化，暗夜精灵族会从这片大陆上彻底消失。对不起，王，您拼命救出我们，但我们还是辜负了您的期望。只是阻止那一场惨剧并没有作用。如果无法壮大暗夜精灵族，就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无数个陷入绝望的勇气出现，就还是无法改变他们的命运，创造新的未来。有什么办法能彻底改变现在的处境，改变这一切吗？除非能拿到日月神石。日月神石是这片大陆的圣域，不仅蕴含着极为精粹的光明与黑暗之力，还拥有将昼夜交替的能力，能创造出最适合暗夜精灵生存的环境。当然，它对自然族也同样适用。但日月神石由这片大陆最强的存在神圣巨龙守护在封禁之地。曾有无数代自然之王与暗夜精灵王想要夺取神石，壮大族群，但都命丧于此。那就是日月神石，我恳请能借日月神石一用，救暗夜精灵族于危难之中。尔等北进之前，没有资格染指圣物。仅仅一击就能破掉我的防御，他的实力远超西超9阶6级。神域，天阳三绝。赤阳残镜，你明明拥有可以掌控日月，使自然族和暗夜精灵族能和谐共处的日月神石，为何要眼睁睁地看着两族争斗不休，让死亡与绝望遍布大陆？日月神石不是为了掌控世界而存在，也不是为了拯救他们而存在。他的战力在我之上，又死死守着日月神石，必须想办法将他引开。你想逃到哪里去？这个距离差不多了。日耀，光之息。圣光彩之，受死吧！移花接木，影分身。将神石交给他们，真的能创造新的未来吗？灾祸的自然使徒，千万年以来，你们曾无数次置我族于死地，如今该是你们偿还这种痛苦的时候了。自然将被彻底驱逐出这片大陆，黑暗永存，分灵之火燃！驱逐自然，黑暗永存。
交出神石并不会改变这一切。日月之域，永恒必来。果然，日月神石能提示未来，现在还能与日月神涡盾产生共鸣。这是在如何？原来这才是日月神涡盾的完整形态。恭喜你，解开了考验的第一个秘密。接下来，受死吧！将面临无尽的毁灭。